贸易报复本应是对等国家间的对抗手段，但在2025年这个夏天，它变成了一种向病人开火的自残游戏。在中国财政部一纸红头文件之下，欧盟制造的医疗器材正被排除在公共医院采购名单之外，不是因为产品有毒，也不是因为技术落后，而是因为它来自欧盟。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欧盟企业，不是欧洲政府，更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，是那些卧病在床、急需救命设备的普通中国人。这场始于中欧贸易的博弈，正在迅速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医疗断供危机。7月6日，财政部突然发布通知，所有预算金额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的医疗器材采购案，将一律排除欧盟企业参与。这还不够，哪怕不是欧盟企业，只要产品中还有欧盟制造部分，其金额占比也不得超过50%。一句话，欧盟的设备禁，欧盟的零件也禁。本该用于救命的设备被堵在国门之外，本该用于挽救生命的科技，如今成了政治筹码。原本用于更新德国神经导航系统的预算，如今因政策卡死，医院不得不反复修补旧设备。某眼科病人原本依靠德国进口针剂维持视力，如今在担心是否还能买到药。连最普通的病人也开始被卷进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。这一切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2024年6月，欧盟决定禁止中国企业参与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政府医疗器材采购项目，理由是欧洲95%的公开采购面向全球开放，而中国却长期将欧盟企业挡在门外。数据显示，欧洲医疗巨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到1%，而中国的企业却在大举进军欧洲。政策制定者并没有选择沟通与协调，而是迅速以牙还牙，转身向欧盟企业开刀。但代价是谁在承担？医疗器械不是菜市场的白菜，国产替代也不是喊口号就能完成的。根据2024年行业数据，中国高端医疗设备中有超过70%依赖进口，欧盟是最关键的来源。从神经导航到眼科激光，从内窥镜到人工瓣膜，多数产品仍由欧洲公司主导，国产技术尚未成熟。这些高端设备不仅是硬件，更是算法、精准度与稳定性的结合体。一些医院即使想采购国产设备，也面临医生不敢用、误差过大、维保困难等现实问题。2025年上半年，已有超过300家医院传出采购项目停摆、设备无法按期更换的情况。一线医生感到焦虑，设备故障率提升，手术效率下降，部分手术时间被迫延长1倍以上，风险明显上升。某大型医院一位负责人透露，采购3套核心设备的申请已被驳回，理由是含欧盟核心部件，需特别审批。但审批流程复杂，耗时长，医院只好暂缓计划。病人不能等，疾病不会停，时间正在把很多人的生命压进黑暗深渊。此时的政策表面看似强硬有力，实际上却是一场技术与资源的自残式封锁。谁来为这场高调的反制埋单？医生在沉默，患者在恐惧。而政策的制定者们是否知道，在神经外科、心脏介入、放疗导航等领域，国产产品的替代率依旧低于30%，部分子系统甚至仍完全依赖进口。他们是否知道，每一次审批延迟、设备缺货，意味着一个个本可被救回的生命正被无声推入深渊？在医疗设备领域，患者不是数字，而是真正的代价承受者。来自多个城市的患者正在表达焦虑。曾在1线3甲医院接受治疗的肺癌患者家属说，医生建议使用某欧洲品牌影像仪进行3维精准定位，但医院通知该设备采购被冻结，只能使用老旧系统。
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。一位眼疾患者表示，其治疗黄斑病变所依赖的德国进口药品由患者自费购买，担忧这项政策一旦实施，将影响供应链稳定，未来可能会买不到药。而医生们的心情更为沉重。一位外科医生坦言，部分关键设备需要依赖欧美品牌更新迭代，但政策执行过程过于僵化，导致院内多起采购案陷入困境，设备老化、图像模糊、维保延迟，都会直接影响医生的操作判断与手术质量。某经济研究人员指出，欧盟在医疗影像、神经系统与介入设备方面的优势难以被短期复制。虽然政策初衷是为了推动国产替代，但若忽视实际差距，结果只会使研发周期被拉长，临床资源紧张，患者最终承担最沉重的代价。政策设定了审批豁免机制，似乎留有回旋余地，但审批程序繁琐，往往需要几个月，且涉及多重监管系统交叉审查。现实中，很多医院因为担心程序复杂或采购失败，干脆主动放弃申请。临床医生陷入了两难，用旧设备冒更高医疗风险，等审批下来，病人可能早已错过最佳治疗窗口。高预算门槛与繁琐流程，逼迫一线医院只能用不理想的设备将就治疗。而在心脏、神经、癌症等领域，将就往往意味着生死边缘的摇摆。而这一切都源自一场看似强硬，实则掩盖技术短板的反击。对外宣称是维护公平，却对内引爆了医疗系统的隐患。表面上，这是一场贸易纷争，骨子里是一场政策失衡下的医疗灾难。制度逻辑与临床现实的错位，正让人命成了代价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政策还会在中欧更深层的脱钩中持续扩展。原本寄望欧洲成为缓冲的幻想，正一步步破灭。若还以意识形态逻辑处理全球经济规则，那么医疗只是开始，接下来会有更多领域沦为反制工具。而受到最大冲击的，从来不是决策者，而是普通人。这不是中欧的经济博弈，这是一个庞大系统自我撕裂，最终由底层群众承担一切后果的过程。国产替代正在被不断提起，在新闻稿、政策通报、发布会上反复被强调，仿佛这是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。但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很多设备外壳是国产的，核心部件仍要依赖进口，有些图像系统看上去是中国制造，关键算法还是依赖欧洲实验室授权。行业数据显示，高端医疗设备国产率不超过30%。在神经导航、影像引导、眼科手术系统等关键领域，依旧难以摆脱对欧系产品的依赖。设备能做出来是一回事，医生敢不用、敢信任是另一回事。在手术台上，没有人敢拿生命做赌注。已有数百家三甲医院反馈，设备采购流程因政策调整而陷入瘫痪。预算超标项目必须审批，进口成分比例必须压低，配套耗材也需逐一申报。医院不敢报，医生不敢催，病人只能等。在一家大型医院的会议上，有负责人坦言，现在不是想不用进口设备，而是用不起、买不了、报不出。医生只能继续用老设备维持运转，有些科室甚至开始相互借用旧机器，设备损耗率急剧上升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也在飙升。有医生表示，过去一台设备坏了，可以迅速申请维修、替换，但现在需要绕过复杂的审批流程，即便能采购成功，也要等待几个月。而很多病情并不给几个月的宽限期。有患者在治疗直肠癌前，本该用先进影像系统进行3维定位，但因设备采购被冻结，只能使用低阶系统，结果术中误差扩大，不得不进行更大范围切除。
术后恢复时间大幅延长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。政策的初衷或许是以制裁换平等，但现实是，有些人失去了原本可能保住的健康。许多医疗资源集中的医院正在被政策硬性切割，设备审批卡顿，人力资源紧张，跨部门协调失败等问题日益凸显。而对偏远地区的医院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原本就难以获得优质设备，如今连希望都被政策挡在门外。而在一线病房、手术室、门诊窗口，政策的影响被放大成了日常混乱。某3甲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向同行表达焦虑，进口设备不让采购，国产的又不敢用，操作误差可能引发术后并发症。现在每次动刀都像走钢丝。为了减轻责任，不少医生开始减少手术数量，能不开的就不开，能延的就延。但病人没法等。已经有多位眼疾患者表示，原本依赖进口针剂进行治疗，如今药品供应不稳定，部分医院药房已无库存，需要转向私立渠道自费购买，且价格翻倍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有些药品即使愿意花钱，也无法稳定获得供应。这种状况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制造出来的系统性问题。当进口医疗器械被污名化为非自主可控时，国内医院的采购选择被严重扭曲，而民众只能在困境中焦虑，在病痛中等待。当政策执行不再围绕医疗实际需求，而是以地缘政治作为出发点时，患者的处境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。分析指出，国产替代的确是长期目标，但若强行推进，不顾现实差距，只会在短期内制造出资源真空、设备荒与制度内卷。在医疗这种与人命高度关联的领域，这种政策刚性所产生的代价尤其沉重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随着中欧关系继续走冷，医疗设备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。近年来，欧盟对中国的技术依赖度下降趋势明显。欧洲多国正在出台所谓去风险法案，要求本国企业减少对华出口的高端设备。欧盟的医疗器械企业也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安全性与盈利空间，未来主动撤出并非不可能。而中国这边依然在强调自力更生，不依赖别人，却又不得不在关节处做豁免。政策中写明，若某项采购需求只能由欧盟产品满足，可以申请特批。这其实就是对现实的妥协，连制定者自己也明白，这样的禁令很难真正全面落地。曾有经济评论员指出，这是典型的政策自相矛盾，嘴上喊着对抗，文件里开着后门，现实中却让医生与患者承担全部不确定性。在欧洲的外交斡旋失败后，高层希望用经济制裁方式彰显立场，却未考虑到这类策略反而在进一步破坏合作基础。欧盟本已因中俄关系陷入不信任，再加上来自北约与美国的压力，正在全面重新定义与中国的战略关系。原本曾寄望通过医疗、环保、新能源等领域维持基础合作，如今也逐一破裂。曾有高级别官员表示，中国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。但这句话在欧洲听起来更像是对抗西方阵营的宣言。而事实证明，欧洲并不会因一句软话就回头，更不会因为威胁就屈服。在这场持续升级的经济冲突中，最无助的始终是那些每天与生死抗争的人群。他们从未参与这场博弈，却成为最早受害者。政策风向的每一次转变，都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，甚至终结希望。贸易报复的代价不该由患者来承担，国产替代的愿景也不能建立在打压生命尊严的基础之上。医疗体系不该成为政治的战场，生与死之间不容夹杂意识形态的算计。而今天，政策用红头文件写下的一纸命令，
正在悄悄地、沉重地改写千千万万家庭的命运。